哎，结婚10年了，我终于带我的家人们来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圣地，他们心中的耶路撒冷，中国义乌。This is crazy。没有想到这次在义乌，我们解开了一个家族恩怨的谜团，更没有想到温蒂在义乌损失惨重。温蒂跟我说想去义乌已经很多年了，落地义乌直奔小商品批发市场，买了25个拉布布，23个对眼，但是温蒂不在乎，他相信拉布布也是对事不对人。张家铁带着奶奶送的拉布布去幼儿园，回来孩子都多心了，早跟人家那我不用，你这歌怎么感觉不愧是玲玲，不愧是玲玲。不光是拉布布，看啥玩意儿都兴奋。但是很快，温蒂遭遇了一个晴天霹雳，就是他在义乌发现了一个碗，这个碗很熟悉。当初温蒂第一次来中国，在加拿大走遍了各个商场，给我妈精心挑选了一个礼物。那个碗和这个碗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还没有这个大。温蒂当时在加拿大花了100刀背到了中国，而在义乌这个碗的故乡，他28批发进屋再谈。温蒂崩了，那一瞬间他明白了，我妈为啥第一次见温蒂收温蒂礼物的时候就不开心。温蒂和我妈多年的恩怨在这一瞬间都明了。温蒂还跟我说，我对不起你的母亲，如果当初她第一次来加拿大见我，送我的见面礼4刀了，我不会做到你母亲那么体面，我会骂她的。说实话，我说我妈也骂了，说实话，我就是没给你翻译，观众都知道，生面佛面孩子面，我就不给你弄。My mother really liked it. Really liked it. 但是温蒂就是温蒂，愧疚的情绪在心中存在了10分钟，马上就琢磨别的了。他说这个碗在义乌28块钱这个事儿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加拿大人可不知。我多买点碗回去我也卖，就在我上当的礼品店旁边，他卖100我卖80，什么叫贸易战？温蒂当天买了很多碗，都是当时在加拿大看到过的比较贵的那种款式，小心翼翼的背着。除了义乌批发市场的时候下瓢泼大雨，非得让我给酒店打电话说这个外宾身上有文物，不能让雨浇到一丁点儿。义乌的酒店也表示了对文物的重视。没有想到事情的走向，哎，他不在意料之内。除了碗呢，他还买了好几个小灯，但这种灯对眼不好，咱家都是用的公牛大陆灯，采用紫光芯片，削减有害蓝光，补充营养紫光，还有红光模式，护眼又养眼。孩子学习我都开它，不揉眼更舒适。没想到啊，人家温蒂这次没翻车，马上就准备带着这些碗就回加拿大了，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碗都保住了，钱包丢了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那个雨夜，光想着保护文物了，钱好像是落那车上了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明天我们就要去铁岭看我妈了。本来温蒂想好了，关于碗这个事件，他得好好弥补一下，要买个贵的礼物跟我妈正式和解。现在的情况呢，是时隔多年，温蒂再见我妈，1分钱没有，能送给我母亲的还是碗。净扯那个一个人，净扯那个一个人。哎，俺家俩孩子去参加一场婚礼，当了一次花童，我就发现俺家张大铁呀，他净操那个没用的心。这是一场中西结合的婚礼，新郎是澳大利亚人。我们家小达呢，这是人生第1次当花童，但是张大铁呢，他在铁岭已经当过2次花童，在花童这个工种上，人是经历过就是专业培训的。每次婚礼的头一天晚上，他要被拉去彩排，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张大铁属于一个老婚庆。那么咱们这个老婚庆啊，他第1次来参加西式婚礼，还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的。婚礼头一天晚上，俩孩子还在家彩排了一遍，结果走到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咱也不知道突然间是谁的哪一部分的基因被唤醒了，突然间整这么一出。观众在哪？啊，观众在这儿。让我讲讲这个，不需要你讲话，这是小鹿和汤包的婚礼。你就让我讲两句呗，讲两句呗。第2天我们这不就去婚礼了吗？到那一看有很多外国人，我就看那现场的中国人呢，亲戚朋友啥的都在操心什么吃的呀、衣服啊，啥都张罗好没。但是呢，外国人来参加婚礼，他不管是多亲近的人来参加婚礼，就奔着一个玩儿。婚礼开始前3小时就已经开始喝多了 ，party 尽兴。人家在澳大表现得非常自如，而张大铁又出现了短期的不适应。然后这不仪式就要开始了吗？那张大铁是个老婚庆，那他之前接受到的培训是会有人给你喊口号，会有人控制你的速度，到哪儿有一个点位已经画好了，你就在哪儿停，这都是步步有规划的。今天呢，就是什么指导都没有，就是随意走随意撒。张大铁就回头看着他的队友们，就问走到哪儿啊？没人搭理他，他又问那谁喊121呀？无奈这些人一个是不在乎，一个是听不懂，根本没人回应他。当时铁哥那个心操的呀，皱个小眉头。你瞅瞅这帮人，无组织无纪律，没个正形。我这一天我这心操够够。于是当主持人一说，下面有请花童们，张大铁瞪着一双恨铁不成钢的眼睛，踩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直勾就过去。
翟瑶达那天像一个公主一样美，我在那看的我都醉了。我一眼没瞅张大铁，人已经过去了，而且气性太大了，直接绕过了新郎出去了。大胖媳妇都没看着他儿子，问我翟瑶达走完了，真好。张大铁啥时候出场了？我说已经出去了，陪娘家姐去了，发烟呢可能是。啥时候开饭呢？马上。这一天折腾起来比我们自己结婚都累。带我们安全回家的是24款理想 L7，家庭5座旗舰 SUV， 适合我们家庭出游。后排皇后座是我的最爱，SPA 级10点按摩，特别解压。再让理想同学帮我们放点孩子们爱听的音乐，旅途就是一种享受。回到家我就特别想逗一下俩孩子。我跟翟瑶达说，我说你看你说你那么美又那么专业，那爸爸妈妈结婚时候你咋不来呢？那别人的婚礼你都能去呢，你妈和你爸的婚礼你居然都不来，为什么呢？那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 I'm sorry。赶紧过来。你为什么不来妈妈的婚礼呢？婚礼是只有去的呀，我去过。你哪有年轻人？别臭白话，你就没去。那你下次叫我肯定去。大胖媳妇最近变得特别虚荣，因为啥呢？她不是找到她的亲生爸爸了吗？他俩现在吧偶尔也说说话。然后他这个亲爸呢，我能理解，可能是有点补偿心理，总觉得亏欠他这个大胖儿子挺多，就老跟他说，爸爸当年走的时候啊，确实是身无分文，也没给你留啥。但是现在呢，我过得挺好。你要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，你要记住我在。大胖媳妇看完一点没感动，跟我说他啥意思啊？他现在过得挺好，我过得差呀。我可不想过得穷的时候找他求助，我只想过得好的时候跟他炫富，害我过得不好。我现在就想跟他嘚瑟，我现在有多幸福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亲爸远在加拿大，也没有咱们的社交软件，也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家呢这些房啊、车呀、这些大的硬件我还没买呢，所以他呢现在想炫耀，但没有抓头。直到昨天，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发现有人在三里屯拍到了我的广告大屏，老气派了。人发了一张图，他心生一计，跟他亲爸开始约。哎，咱们明天打个视频电话呗。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打字，咱这次打个视频。他爸说行。第二天，大胖媳妇下班直奔三里屯，查的时间表，听说大屏是7点钟准时有我，他6点多就去了，开始踩点走位，因为他想藏嘚瑟于无形，就他想要那种效果，就是松弛感炫耀。他设想的效果是这样的：一会儿他爸给他电话打过来，他呢从这个点开始走，哎，聊聊天气，聊聊身体，走到这儿，这时候就应该停到这个点位，然后这时候后边大屏幕啪嚓我就出现了，像一个巨星一样闪亮。这时候他呢漫不经心一回头，然后云淡风轻地说：“啊，哎，对了，这是我媳妇儿，她搁这儿呢，今天老有，我的爱人，她算是明星。”结果啥都准备好了，掐着点7点钟跟他爸打个电话，正好走到他设计的点位，他知道下一秒屏幕要换，刚跟他爸说这是我媳妇儿，胡军出现了。他爸顿了一下，挤出一抹笑容，说：“哦，多棒的小伙子，爸爸祝福你，祝福你。”他就搁那想，这个屏它是滚动的，我再跟我爸多唠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媳妇就滚出来了。熬着他爸打电话不让挂，尬聊20多分钟，我也没滚出，给他气坏了，给我打电话问我：“你搁哪呢？7点半了，你咋还不滚出来呢？”我说：“我那个就放3天，已经撤了。”但是你说给我拍的多好看，那是因为啥呢？因为修丽可 AG 面霜，我用了老多瓶了，不止30%玻色因促生4大胶原，更抑制胶原糖化流失，紧致提升垮脸白白，搭配修丽可 AG 眼霜，玻色因加眼周肽强强联合，鱼尾纹都变淡了，早上用还很消肿。大胖媳妇非常沮丧，最后失望的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哎，你说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我在公交站点，大胖媳妇没有爸可以炫耀，把出租车司机当亲接待。哎，这是我老婆，你。大胖媳妇终于下车合了个影，作为证据，再打车的时候上车就跟司机嘚瑟。这是我的媳妇，快点的，这不让进去，不让进去。这个广告牌是这样的，我的广告旁边是大闸蟹的广告，人师傅都已经开走了，他一直跟那司机说话。他说：“哎，那牌上是我媳妇儿。”师傅只能从后车镜回头看了一眼。你媳妇谢霆锋啊？大胖媳妇说：“你看谢霆锋旁边是啥？旁边那个就是我媳妇儿。”师傅又看一眼，你媳妇大闸蟹咋的？大闸蟹咋的？平时大胖媳妇嘚瑟我都挺烦，但是那天晚上我还真特别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三里屯大屏幕上出现，陪他打完这通电话。我了解他，我知道他平时大大咧咧，啥都不在乎，但是生命里一直渴望一个来自父亲的认可，而这句认可他一直缺失。我们很多人其实也一样，硬着头皮跌跌撞撞前行，可能都在弥补小时候没有听到的那句：“孩子，我为你骄傲。”